你在丛林里能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丛林里能听见猴子，有些丛林里能听见鹦鹉，有些丛林里就能听见 Welcome to the Richfield Motherfucker、Go Home GI 以及滚滚的雷声。没错，当 Welcome to the Richfield Motherfucker 和 Go Home GI 以及 AK 的点射声同时响起的时候，天边也会传来滚滚的雷声。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传来雷声是要下雨了吗？没错，确实是要下雨了，只不过要下的是 F-105 雷公超音速战斗轰炸机撒下的500磅或者750磅航弹雨。但实际上，在越南战争中大放异彩、嚣张至极的雷公，却本不应该为这个战场而生。这是为什么呢？本期的视频，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架传奇战机的前世今生。F-105 雷公是美军在1960年代服役的一种超音速战斗轰炸机，或者是叫超音速攻击机。虽然它是属于标准的第二代战机，但是它同时具有超音速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角色，既可以用于对空战斗，也可以向敌方地面目标倾泻弹药。这一双重特性和美国空军或者更早之前的陆军航空队的战斗机携带航弹客串对地攻击的角色完全不同。所以这也是美军历史上第一种基本上算得制式的战斗轰炸机的由来，可以说很好的启发了之后 F-15E 以及 FA-18 等多用途战斗飞机，甚至是战斗轰炸机的研发。那么这样一款优秀的战斗轰炸机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讲到这儿，很多观众一定听过后面要说的是什么了。因为 F-105 和其他的百系战机的诞生理由别无二致，那就是苏联的威胁。因为此时此刻在欧洲，美军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地面部队完全无法抵抗苏军的钢铁洪流，那么就要设计一款飞机从空中对苏联的坦克集群进行降维打击。在80年代之后，这个角色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A-10， 但是在60年代挑起这个大梁的就是 F-105。在一开始 F-105 的设计实际上是为了用来替代美军中服役的 F-84F 雷电条纹战斗轰炸机来设计的。由于 F-84F 的基础是 F-84， 所以这架飞机根本无法进行超音速飞行，并且在全荷载状态下，由于 F-84 的基础设计并没有考虑对地攻击，所以其气动性能也是非常糟糕。所以说，如果让 F-84F 去冲击苏联装甲集群，那么还不如让飞行员手持核弹对苏联装甲单位进行自杀式打击。并且在1960年代，由于苏联已经拥有了核武器，所以设计师们也不得不考虑在欧洲对苏军进行航空核打击的可能性。当然，话说回来，使用 F-84F 进行航空核打击是自杀式行为，飞机会在半路就被击落，完全得不偿失。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一款全新的超音速战斗轰炸机是势在必得，它将以低空超音速的速度优势来击穿苏联野战防空网，在关键地域投放核弹，然后利用高速脱离扬长而去，可谓是潇洒至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工程师们往 F-105 上塞了一颗非常强大的心脏，那就是全新的 G75P19 型涡喷引擎。这台发动机的主要特点在于其超大的加力燃烧室，在低空突防阶段，在开启加力燃烧室之后，这台发动机可以产生24500磅最大推力，可以将 F-105B 在36000英尺送到 2.1 马赫的最大平飞速度，也就是约2230千米时。同时，海平面高度虽然稠密的空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F-105 的平飞速度，但是在海平面高度 F-105B 理论上依然能飞出 1.13 马赫，约1390千米每小时。可能这么说，各位对于它的这个飞行速度没有什么概念，那么我们就按60年代战斗机的平均飞行速度来看看 F-105B 究竟有多么恐怖。在60年代初期，苏军服役了一款新的前线战斗机，那就是米格21鱼床。根据美军的推测和一些情报的佐证，米格21在携带标准截击载荷时，会挂载2枚 AA2 环胶及 AIM9 的苏制山寨品。在不考虑油重的影响下，它的海平面最大速度约为1200千米每小时。考虑到 F-105 在第3次世界大战时仅会挂载1发空投核弹出击，所以其载荷对于其飞行速度的影响
很小。根据美军手册 ，F-105 携带3个450加仑满载副油箱时，其最大海平面平飞速度在不开加力燃烧式的情况下约为 0.87 马赫，即1070千米每小时。由于空投核弹绝对远小于3个450加仑副油箱的重量总和，再加上精心设计的加力燃烧式的助力，这也就意味着在 F-105B 执行核打击任务时，米格21对于其拦截窗口有且只有一次。在考虑到早期空导弹糟糕的命中率以及米格21少得可怜的机炮弹药，所以如果1960年代第3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那么苏联前线航空兵和国土防空军将没有任何战机能有机会拦截超音速低空突防的 F-105B， 所以它才会成为那个年代的近地超音速传奇。在这个时候，熟悉空战的观众朋友们就应该能知道，虽然 F-105 是一架按照战斗轰炸机设计的战机，但是它的空战性能因为它的高速也不会太弱。没错， F-105 在那个年代实际上是一架轰炸性能和空战性能同样强悍的战斗机。它不仅有一门1000多发备弹的20毫米 M61 火神炮，用来空中格斗或者对地攻击，还可以携带 AIM-9 用来自卫。其空战性能因为其机体的缘故，虽然比不上先进的米格21，但是老旧的米格15或者米格17，想要找 F-105 作为空战对手的话，那么确实得好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毕竟，美国空军官方已经确认 F-105 在整场越南战争中取得了 27.5 次空对空胜利，其中 24.5 架是用机炮击落的，那个 0.5 是因为 F-105 是助攻，拿下击杀的是护航的 F-4 鬼怪，另外3架是用 AIM-9 响尾蛇导弹击落的。除此之外，更有趣的是，一架 F-105F 被非正式的认为击落了3架米格机。第一架是发射 AIM-9 空对空导弹击落，第二架是用机炮扫射击落的，第三架的击落方式就非常整蛊。飞行员通过将 F-105 的装满炸弹的机腹中央挂架解锁，让挂架带着炸弹直接飞到了米格的飞行路径上，活生生把它砸下去的。当然，这个3杀战绩并没有获得官方认可，至于是真是假，各位见仁见智了。我们都知道，在越南战场上是人类初次空地对抗的战场。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队使用 SA-2 地空导弹替换了北越军队中的大口径高射炮，再加上熟练的苏军操作员，一度对美军的轰炸机群造成了很大的打击。由于要同时防备北约的米格17和米格21偷袭，又要针对地面无处不在的 SA-2 导弹阵地，那可能就有观众要问了，既然美军空袭用的飞机那么多，把 SA-2 导弹阵地打掉了再轰炸目标不行吗？但这实际上涉及一个典型的策略问题，因为美军轰炸的目标实际上是北约的军工厂、发电站、弹药库等，可以实际上削弱北约战争能力的设施。为了保护这些设施，北越军队就在这些设施周边设置防空阵地。如果决策上为了攻击设施而先打防空阵地，那恰好正中北约的计谋。因为在1957年服役的 SA-2 对于苏联来说已经是一种落后的对空导弹了，苏联正好处于淘汰和替换这种地空导弹的阶段，可谓是要多少有多少，反正是废物再利用。打 SA-2 防空导弹阵地并不能削弱北约战争潜力，反而还会陷入被消耗的怪圈。因为一次任务的规划目标是有限的，如果你攻击沿途的 SA-2 阵地，就无法留存多余弹药攻击计划的关键目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美军损失的战机是最新的，而北约使用的导弹却是老式的，所以这绝对是得不偿失。另外，和现在不一样的是，越战初期并没有精确制导弹药，对于目标的识别一般要靠低飞的 OV-10 观测机携带发烟火箭弹，当烟雾标记之后，才能让机群投掷无制导航空炸弹打击。所以，针对于一个防空阵地这样的点目标，航空打击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所以，针对于这种问题，美军开发使用了 F-100F， 也就是双座型的超级佩刀，通过加装雷达告警接收机的方式来对此类目标提前预警，并且通过航空炸弹和火箭弹进行打击。当然，各位也能看出这个打击效果不是很好，所以美军开发了 AGM-45 百舌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反辐射导弹。它的原理是通过寻找防空导弹火控雷达制导的雷达波，通过跟踪雷达波的方式摧毁敌防空导弹阵地，从而达成压制防空武器的效果。
当然 F-100F 在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冗余设计，导致 AGM-45 的上机工作变得异常困难。这时 F-105 出现在野鼬鼠单位的视野中。由于 F-105 被作为战斗轰炸机设计，所以其拥有相当宽裕的为后续增加额外设备而设计的电子舱。同时 F-105 由于是双座，所以对后座的布线以及飞行员的配合等都要比 F-100F 更方便。由于这些专职的防空导弹猎杀部队有着野鼬鼠的绰号，所以由此改进而来的 EF-105F 也普遍被认为是第一种真正具备反辐射作战能力的野鼬鼠战机。在经过数次尝试之后，这些飞机成功地压制了北约的 SAR 导弹火力，并且在反辐射导弹从 AGM-45 百舌鸟更新到了 AGM-78 标准后，野鼬鼠也顺理成章地被升级到了 F-105G， 并且由于执行这么危险的工作， F-105 野鼬鼠也是空军的勋章大户，比如序列号638352的 F-105F 由梅林汉斯·德斯勒夫森和凯夫·阿尔弗雷德·吉尔洛伊搭档驾驶。他们的飞机在轰炸北约钢铁厂的任务中被地面防空火力击中受损，但是他们依然坚持战斗，直到机群完成了轰炸任务后才从该空域撤出。为了表彰二人英勇的行为，梅林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而凯文则被授予空军十字勋章。除此之外，另外一架序列号为638301的 F-105F 和他的机组利奥·索斯内斯与哈德罗·约翰逊则在营救另一名野鼬鼠机组的行动中，单枪匹马击落了2架北约的米格17，并且在弹药打光后，他们依然持续地和米格机进行缠斗，以便将火力从救援飞机上引开。利奥被授予荣誉勋章，而哈罗德则被授予空军十字勋章。F-105 的战绩是极为辉煌的，可以说是任何一架战术飞机都很难追赶。在滚雷行动中， F-105 参与了 75% 以上的对地攻击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在整场越南战争中， F-105 执行任务超过2万架次，并且以单机投弹7吨的战绩，在1966年7月19日刷新了美军战术飞机单机投弹量纪录。可以说，它的存在切实保障了美军对地攻击的强度，为越南战争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不过 F-105 出动率那么高，火力军还有自己的看法。火力军认为 F-105 出动率高，主要是因为它2张嘴的特殊设计，即它既有硬管加油的受油口，又有软管加油的受油管。这也就导致在面对远距离任务时，不管任务区附近待命的是哪种加油机，空军的选项有且只有 F-105。所以这也误打误撞导致了 F-105 在越战中的数据如此勤恳又如此夸张。不知道你们怎么认为的呢？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吧。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